下面进行举证环节，检察员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供？没有新的证据提供，对一审法院的证据予以认可。原审被告人，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可以出示法庭？有，我愿意把头盔归还给失主。被告人罗成，你说的话本庭已记录在案。检察员，请发表质证意见。检察员意见认为，此头盔的型号与被盗的赃物型号所属一致，但不确定这个头盔就是被盗的赃物，所以此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我们有疑问，所以检察员不予接受。既然说检察员他们也觉得这个证据是人性，既然说检察员我哥是老实人，他不会撒谎的。这头盔肯定就是我拿出来的那顶。新产生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，而且检察员在此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上均提出了异议。虽然说新的证据是本案的物证关键，但是根据一审的案卷，被告人他已经是在一审判决前就已经私下支付给受害人所有的赔偿，而且新提交的证据并不可以产生新的证明目的，所以本庭不予认定。这就是我拿回来的那头盔，我哥找回来的。咋找回来你们还不认了呢？被告人，请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。我还专门在网上搜索了，这个头盔它是限量版的，很难买到的。被告人罗成，如果你认为你很委屈，你在法庭上哭的话，你只会影响合议庭对这个事实正确的判决。法庭是不相信眼泪的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弟弟，请执庭法警将被告人带离法庭，稳定一下情绪，暂时休庭。关于检察机关刚提出的抗诉意见书，二位是怎么想的？书记员记录一下。一审认定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被告人也没有辩解，案情相对简单。盗窃罪的数额量刑起点也并未超过当地的指导规定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刑事处罚嘛，也属于可加可不加。我们先不说这个啊，我想考虑的是，如果站在被告人的角度呢，他将面临着什么？对于被告人来说啊，面临的损失就是一段时间的自由。支持抗诉改判，增加刑期啊，让被告人能够深刻的认识错误。我认为可以增加下限刑期。哎呀，这表明了我们的立场。看来易老师处理这种情况相当老道啊。二位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被告人他是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可能的？不构成犯罪。职务侵占罪。职务侵占那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定罪的数额起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到1万了。这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本来它就存在着一些界限模糊的地方。易老师，你刚刚说的特别对，就关于界限模糊这一点，我昨天研究了一夜，我发现咱们的司法解释对于这方面的确是有不够清晰的地方，所以我认为疑点利益应该归于被告人。盗窃罪还有职务侵占罪，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拿过来还是藏起来。一个是从别的地方、别的人那边拿过来偷到自己的身边，另外一个呢是把本来就在自己身边的东西占为己有。到底是有罪论定还是无罪论定？他是快递公司事实意义上的员工，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要构件，所以就不能按照盗窃罪论处啊，对不对？量刑的多少并不是最难的，罪与非罪的界定，那才是考验一个法官是否真正合格的条件。您说的太对了。小玲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觉得呢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但是，如果适用职务侵占罪的话，那他这几千块钱的东西可就入不了入刑的基本点1万，这样被告人可就直接变成无罪了。那么，就要送审判委员会审核了。维护每个个人的利益，才是维护整体的公平。
因为事实上，在生活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。坚持司法公正，就这么办。对，罗成作为快递公司事实上的工作人员，利用经手本单位财务的职务之便，侵占本单位拥有限定处置权的价值2499元的财物，其行为区别于从他人之处非法秘密获取财物的盗窃罪，应属职务侵占性质。但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1万元，依法不应以犯罪论处。对原审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一案，本合议庭经评议作出以下结论：现在宣判。全体起立。本庭认为，原审审判程序合法，认定事实清楚，但适用法律错误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95条、第225条，判决如下：一、撤销滨海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；二、判原审被告人罗成无罪。现在宣布闭庭，原审被告人当庭释放。法官大人，你好，法官大人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你判了我弟弟无罪，这是他感谢你了。没事。这个你拿着。哎，您这可是亵渎法庭啊！你要知道，要是贿赂法官的话，一样是可以判刑坐牢的。这钱您拿回去，买几本法律的书好好看看，多读一点法律，少走一点弯路。哎呀，我也不懂法律，我也不管什么法律。反正得好好感谢你，这个钱啊，你必须得拿着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刚刚听到您一口一声的“法官大人，法官大人”，其实我们法官只是一种职业，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你们只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就等于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了。我们也会依法审判，尽量给大家一个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。真的不是说您给了我钱，我就可以少判的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法律，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都怪我读书读得少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还是得感谢你。要不是您呢，我弟弟罗成可就毁了。人都是会犯错的嘛，只要及时意识到了，重新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罗成，你以后可得对自己还有对他人负责。刚庭审的时候，我好像听你说你很喜欢汽车，对吗？喜欢。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，你只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可以了。行了，那你们兄弟俩赶紧走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人呐，好法官，我要用一辈子谢谢你。好的，我知道。我现在正在看郑铎的材料，看完我们做一个交流。亲，我回头跟你说一下。进来。好，就这样啊。祈愿，这个是今天扰乱庭审制度的罚款单，需要您的签字。好。听说二审改判了是吧？判了个无罪。判得不错，虽然咱们这个快递行业是否属于这个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呢，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判决啊，不是助长了这个快递人员盗窃的这个行为，反而呢，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。什么范例呢？就是作为我们法官，一手是需要严厉的，另一手还得握着一个菩萨的心肠，谢谢祈愿的鼓励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和很遗憾的地方吧，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。祈愿，我觉得咱们院的员额制改革还真的是挺好的。哦，怎么个好法？首先，它正规了法官的队伍，
无论资历还是出身，只有经过了入额制考核的入额法官才有审判权。其次，他还规定了我们每一年审案的达标量，那也就是很好的把我们审案的人员还有辅助的人员给分开了，让真正可以办案、能办好案的法官留在一线，然后不用去干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。是啊，说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有好多人不理解，这段时间啊，因为员额制啊，也走了很多人。这个其实很好理解。任何的改革都是伴随着阵痛，要是专业不达标，那就是应该要淘汰。希望你以后啊，在入额考试的时候，面对审委会也能不留情面的这么回答。不留情面是法官应有的专业素养。好，希望你的素质能达标，啊！谢谢。被告人赵猛、杨康实行团伙共同诈骗，通过网购的假信用卡，以发放助学贷款的形式实施电信诈骗。就按照这些大学录取资料给我打，一个一个来，今天中午全部打完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。哎，我到了。你卡里没钱啊？要激活？哦，再转一下是吧？这哎，好，你说。骗子！这个电信诈骗案，一审数额认定怎么才50万，那么少啊？哎，就是啊，哎，你说这种人差点害死学生，那贩毒不杀人还能判死刑呢？这种电信诈骗啊，骗那个养老钱、救命钱、学生学费的，性质极其恶劣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，就应该判死刑。哎，他还想上诉，想减刑。这个案子的争议啊，主要是在于如何证明骗子账户里的钱是诈骗所得。现在网络都这么发达了，作案手段呢又很智能化、地域分散化、目标广泛化、团队国际化，很难追查到赃款。按照我们传统的证据证明方式我们认定的这个赃款啊，一般都比实际的赃款要低。这种电信诈骗啊是新型诈骗，传统的证明标准用在这上面就是有问题。回来了。相亲大餐吃的怎么样呀？这是你干的活吗？说正事儿。我妈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想一出是一出，累死我了。辛苦了啊！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直播呀！哎，就这个叫隔壁老王的男人啊，天天在这个直播间分析吐槽各种案例，说的还挺头头是道的。这学法的都能当网红了，我感觉咱们又多了一条出路啊！你就这点追求啊？我可不想当什么网红。我要当一个有智慧的女人，将来做一个像祈愿一样有使命感的法官。哎，你没事儿吧你啊？你天天这样使命感的，你是不是真准备跟你妈断绝母女关系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可受到我妈刺激了，你别惹我啊！我以为你已经心大到刀枪不入了呢。哼！哎，你吓我一跳！我错了还不行？真的是！哎，姐妹，听说逛街 shopping 可以让女人的心情变得特别美丽和愉悦，正好难得周末，咱明天就逛街吧。齐然，你记不记得你家里有一张照片？你参加政法大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。政法大学毕业典礼的照片，怎么了？那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两个10年之前就已经见过面了。这么巧啊！10年前啊，
我那是第一次回母校讲演，10年后没想到我们变成同事了啊，老牛。缘分。哎，怎么了？车怎么回事？那我们靠边吧。好。这多少钱啊？哦，老板说了，这种小事根本不算事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，不要钱怎么行啊？我去问一下，你们老板呢？老板在后边。怎么能不要钱呢？老板，哎，罗成，马法官，你说巧不巧？这是你的店啊？是。哇，你又干回老本行了？攒了点钱，就重新打了这个新铺子，还做汽修。可以可以。马法官。嗯。哎。谢谢。哎呀，行了吧你别那么客气，你每次见到我都谢谢的，你都要把我带谢八块了。谢谢你过去关心过我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现在也没留下案底，也不会有人歧视我，我才能安心的打下这家修车铺，和我哥一起做喜欢的事情。你别那么说，这些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特别好。啊，对了，钱你一定要收啊！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这里就200，差不多了吧？马法官，我要一辈子向您学习，不能收。当然得收，两码事儿啊！我跟你说，两码事儿，必须得收，必须得收。行了，拿好。小马，刚才的事儿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很庆幸我自己没有做错。是啊，赌啊不如疏通，几千年的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是不是老牛？是啊，我在反思啊。以前我们对这些刑事罪犯都是顶格处罚，认为这样才能彰显法律的威严，罚得你痛，罚得你怕。而这些人刑满释放以后呢，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，找工作啊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于是就恶性循环，2进宫、3进宫，比比皆是。没错啊，但是这个犯罪形成的背后是有多种原因的，贫穷啊、教育啊、社会啊、环境啊等等等等，它不是我们司法机关一家的事，它是整个社会啊支持结构不完善。是，所以我们就应该给这样一群人更多的心理帮助，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，让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。是啊，这个刑事司法改革是人类的正义，对人性的播种和投资啊，反而会收到更大的回报和效益啊。身为这个工作的一员，并为之终身工作，的确是一个很幸运的事啊。哎，院长好。哎，走。院长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呀，学老牛，我等候多时了啊！你迟到了。哎呀，这个包美容啊，在大门口拉着我，一聊就15分钟，我能不迟到吗？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哟，老牛，我发现你今天是精神抖擞，振奋人心啊！老牛福利，志在千里啊！听说过这个词儿吧？听说过。哎，当初我为了支持您的工作，是吧？我把这个刘岳阳啊、马拉松啊，借调给了刑2厅。是，可是现在咱们刑1厅自己压了那么多案子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得把他们俩还给我。哎呀，老牛啊，不行啊，那个建设那边也没人啊，我把他俩要给你，这建设要看见我，非得把我给吃了不可。那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
你要不把他们俩还给我，我吃了你。哎呀，老牛啊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事儿真是很……你别说了，你要是今天不把他们俩还给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走了啊。老牛福利呀，你不跟我说，你不找事儿吗？哎呀，七儿，你就同情同情老牛啊！你说我们家吧，我爹是法官，我法官，我儿子从小我想培养他当法官，可是人家志不在此，就爱搞什么写作。哎呀，我也不能强迫他，是吧？这不可惜了老牛这一生的绝学了吗？这刘岳阳啊，学历文凭都比咱高，咱不能倚老卖老。这马拉松，哎，虽说是个女孩子，可是跟我年轻时候有点像，有干劲儿，有拼劲儿。嘿，我想培养她。七儿，哎呀，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老牛啊，我是拿你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答应了，谢了啊。哎，欢迎各位大驾光临，欢迎这个马法官、刘法官正式回归咱们庭一庭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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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家静一静啊！从今天开始啊，以后你们需要这个打印、复印、装订，或者是指导编写法律文书的，尽管找我啊。马拉松啊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，找我啊。今天这什么日子啊！谢谢牛老，谢谢牛鼎、牛老、牛爷爷，您别吓唬我们呀！毛毛，你过来。哎，我严重的警告你啊，你以后再要是牛爷爷，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牛鼎，息怒息怒，他不要跟他一盘见识。就是怕了怕了！我告诉你，咱是老同志啊，有觉悟，有情怀，是吧？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马老松啊，哎，我有个儿子，跟你年纪也差不多。我本来是想培养他当这个法官的，可惜没成功。你呢，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特别的像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把我这一生的绝学，慢慢的传授给你。真的哦，牛厅长谢谢啊，你曾经也这么跟我说过，说过吗？你忘了？我怎么不记得？那你等会儿，牛老，您这一身绝学全传给他俩了，那我也需要进步的空间呀。你动不动就牛爷爷，一边去！牛老啊，等等，牛婷啊，牛婷，只要有您的支持，我们邢一庭就会成为最稳固的铁三角，对不对？对，耶！又牛老了。老弟，你先别冲动啊！你别动啊！你过来，我们把话好好说说，行不行？我不过去！啊！不要过来！你看你老婆也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把话说清楚吧？啊！哎，你别过来！你走，我就跳下去了。好，我们不动啊！我们不动啊！不对，消防车和救护车被堵在路上了，还要过一些时候才到。王彪，那好歹是你老公，你劝劝他呀！你跳啊！老娘认准你这孬种就不敢跳。老婆，你为什么跟我离婚？我不想跟你离婚，我真的，我到底哪里错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不想离婚。好啊，真的？我呸！我是说好啊，只要你敢跳下去，老娘保证抱着你照片过一辈子，再不嫁人。王彪，我让你劝了，不让你激他了。不，
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我跳！啊！回下去走。阿叔，阿叔，不要，不是这样，不是。怎么样？跳楼的那个救过来了，被打到的穷人，我们尽力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老公跳楼的时候你不好好劝，他跳下去你就晕倒了，他现在没事了，你反而哭得像死的人一样。鹿港18号非法载客，一行8人，4人失踪，1人死亡。来，大家看这边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姐，跟你说一声，我上船了啊。哎，因为海上没信号，我先关机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多拍照片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那位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害羞啊？哎，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。你要吓死我呀！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，我偶尔也玩玩摄影。潘老大刚才说了，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我也刚上船。兄弟这么多，相逢是缘，以后也是朋友了啊！多多关照。
非得着急忙慌的，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。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，未来一定生儿子，咱们就忍忍吧。行，忍一忍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席。报告审判长，庭审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庭。好，请大家就坐。现在开庭。对，被告人郑铎上庭。被告人郑铎，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，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？那天啊，先是出了点意外。看到5号，我是鹿港18号啊，收到请回答，前方情况怎么样？登山岛5号。没事，这就是信号不太好。你瞅出多少碗酒啊？晃这么厉害能出海吗？登山岛5号，收到请回答。你踏实坐着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航海几10年了，这点风能算什么？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！登山岛，不是神仙到不了。啥？登山岛5号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没有神仙上不了？没事，你踏实坐着，没事，坐着，没事了啊！风要再大了，等会儿回去啊！坐着。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。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，后来才知道是坏了。被告人继续。不用你，我来，手放开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登仙岛5号，收到这个，收到，请回答，前方情况怎么样？明白，返航。哎呀，怎么走不了啊？你放心，我跑船几10年了啊，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。都进去吧，一大的活动愉快，进去快！退什么退呀？啊，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？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？没问题。哎呀，快进去！你大了活动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我去，这他妈风浪这么大，这破船靠不靠谱啊？兄弟，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？也怕这风浪？哥们儿，我是潜水的，我又不是鱼。别害怕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没事吧？
他额头流血了，这样不行，得赶快止血。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。别去了，外面风浪那么大，太危险。你就忍着吧。我去。哎，船长。收到，请回答。把卫星电话给我。什么？卫星电话给我！风浪这么大，去不了了，马上返航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？海山村块你了解吗？我跟你说，看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。再说了，回去我这船票谁管呀？我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忘了我把你们还没钱，他妈试试！你还。啥？船长死了？还他妈坏！小子，你还上过海事学校，会不会开船？我是上过海事学校，我不会开船。你不会开船呀？那船长都已经死了，我不动。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生儿子呢。老婆，对不起了。船长死了，你们都知道。救生衣。小子，我问你，这船上有救生衣吗？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。在哪儿？那儿呢。你，啊，找出来。好。就一件儿。拿过来。这救生衣是我的。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，我们跟着跑了出去，就看到。你别过来啊！我们很高兴的。救生衣给我，就一个，我给你。别打了！怎么办？去啊！我死我去啊！被告人齐文静，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？胡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王贵就冲了进去。
说这位朋友，别躲呀！你能躲哪儿去？别躲了，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！来，出来，聊聊咱们啊！别紧张，来，聊，来，出来！你说你跑什么呀？啊，我的救生衣啊，你把它抢跑了啊！我不要死不了！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？你穿它干什么？啊？干啊！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，再杀1个也不多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，你他妈不听我的，这就是下场。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，他跟我们说，听他的话，他就不杀我们。能够顺利的到岸，他就一跑了之。他还跟我们说不听话，现在就杀了我们。我们因为特别害怕，所以把他的尸体、刀，还有行李什么的，都丢到了海里去了。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，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？他活该。他疯了，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，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，也没有人来救我们。怎么了？我老公不见了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岛。他说他看见岛了。什么岛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呢，看到了吗？那哪有什么岛？老婆，我们得救了。我穿着救生衣，我可以游过去的。
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会回来救你们的。你快下来吧，那没有什么岛，你会死的，你快下来。有的，就在那儿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们瞎了吗？不是，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快下来吧。最后一下水都喝完了，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天，那明明就有一个岛，你们说没有？你们是瞎了吗？你们肯定都瞎了！你快我救他下来！刘凯，那什么都没有，那根本就没有岛。你快下来吧，太危险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哎，我去了。事实陈述就到这里，下面是举证质证，由公诉人开始。好的，审判长，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，这是一份证言。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。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，所以公诉人将这一份笔录呈上。可以证明，案发当天，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。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。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，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，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。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。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，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，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。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，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，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，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。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？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，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，应该是机械故障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？这不大可能。首先，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，也就是说，当发生故障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开着的，而没有被关闭过。其次，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，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，所以呢，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。第三，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，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，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，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，而不是人为的关闭。请合议庭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，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。通过发光胺的呈现，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，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。其次，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。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。另外，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，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。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？是这样的，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，而且也匹配成功了，唯有王贵，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，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。但是，据3名被告人供述，在他们最初登船时，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。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？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，但是现在人死了，尸体也消失了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。
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。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，找到了刘凯的尸体，经鉴定，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，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。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，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，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。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，为什么没有？那把弹簧刀丢失了。据被告人郑铎供述，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兴奋，急于脱险，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，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。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，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3名被告人郑铎、齐文静、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，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。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，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，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，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。在审查此案中，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，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，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情节、性质，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，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。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？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根据事实和法律，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。关于事实的认定，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：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，而并不是杀死王贵。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，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。关于适用法律，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，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，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，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。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，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，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。老总，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，说要不然的话，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就这些吗？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。下回啊，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，你也转告他，让他戒牢。没有人能够要挟我。他还说啊，他对罗总绝对有用，不光是10年来如此，而且会将是永远。啊，赶紧坐。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？你们？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，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，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。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什么问题？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，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。可是这些血迹
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，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？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，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？反正他已经失踪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。还有，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，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？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？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。万事皆有可能，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。话里有话啊，怎么讲？证据。关键是证据。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。杀人呢，一定是有动机的。经过调查，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，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，请问证据在哪里？动机又是什么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，这个案件呢，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，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，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，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你但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，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，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。得，还一套一套的。闭嘴。七儿，你刚才的但是是？我刚才的但是啊，咱们说好了，我刚才的但是，前面那些话，可都不是废话。这个但是呢，我有一些疑问。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。我想问一问大家啊，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，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，推下去的。妈，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把你扔海里喂鱼去。你他妈试试！我操，你还！是何守义，当时手里拿着电话，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，电话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？不对，供述里是说，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，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的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？当时天那么黑，船又在摇，争夺没有看清楚，也完全有可能啊。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，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，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的。这个细节有时候记混淆记得不对，甚至是忘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，丝毫不差，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，说明什么？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，高度一致？串供。当然，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是一致的，我们就说是串供；口供不一致，我们就说人撒谎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案子到我们法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，把这个案子给判了，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。你们别忘了，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当然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。善于找出这些小问题。即使这些小问题呢，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，但是呢，它也能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辨能力嘛。
齐院不愧是干过公安的。齐院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推断都是正确的，那他们3个人就是在说谎。那我们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呢？如果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如果说的啊，就不是事实。哎，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推测，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在撒谎的。所以啊，一切都要以庭审当中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做客观的审判。思辨精神啊，咱们要有，但是不要有主观的臆断，主观的臆断会影响正确的审判。下班。马浩松，哎，齐院长在吗？哦，我刚好像看到他刚走，怎么了？嗨，这有他的信。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？对啊。你给我吧，来，我给你送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客气。这么多。哟，张院，怎么了？好像电瓶没电了。啊，你怎么能会修车呢？我给你找一个人。不用，我找4S店了。哦，找完了是吧？哎呀，忙你的吧。好，哎。电话哪儿去了？哇！喂，你好，这是齐恒的手机。这里是省第一监狱管理处，通知齐恒同志6月20号，他作为服刑犯人郭伦的唯一家属，来省第一监狱接犯人出狱。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我是想说这不是我的手机，这是齐恒的手机，他现在人不在，所以我……那你能转达他吗？哦，可以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不行，不可以！喂，哎呀，不可以！齐院，刚刚省第一监狱打电话来说，让您6月20号去接一个叫郭伦的人。哦。领导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接您电话的。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呢过来给您送书信，然后我就听到当啷啷啷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发现您的手机就在下面待着呢，然后我就拿起了。罗总，您找我？你通知财务老刘，让他明天拿20万现金出来，交给钢球，然后转送给争夺那个酒鬼老爸，就说是公司分红。好的，不过什么呀？说话干嘛吞吞吐吐的？罗总干嘛对那个争夺那么好？好吗？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7擒7纵孟获吗？是不是孟获很了不起？诸葛亮不光要收他的人，还要收他的心，今后为他所用。恰恰相反，不是孟获了不起，而是诸葛亮了不起。诸葛亮掌握着生杀大权，想让谁生谁就生，想让谁死谁就死。猫戏孟获，捉了放。
放了猪。你能感受这种感觉吗？听罗总这么一讲，好像似懂非懂了。真的懂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没换别人当秘书，把你留在我身边的原因。回来啦，赶快洗手吃饭了，正好做好了。怎么了？毛裤耗子，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哪一点不如一个以前干公安的人？好在我在政法系统摸爬滚打了20年，凭什么让他从天而降，一屁股把我路堵上了？你说这个姓齐，什么背景啊？哎呀，什么背景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愿意怨天尤人。那儿子在深圳闯世界，你看连个电话都懒得跟你打，一打电话你一会儿怨这个，一会儿怨那个。我倒要看一看，他凭什么能力能压我张艳静一头？哎，什么能力？我看呢，你就是更年期提前了。哎，电话。电话，快接上。啊，喂，罗总，啊，什么吩咐？哦，今天真的不行啊，我家里来亲戚了，远房亲戚，啊，下次吧，啊，下次再约。又是罗怀公，还能有谁？哎，这罗怀公啊，成天跟个苍蝇一样盯着你，真是讨厌。你别这么说啊，人家说不敢怎么说，是市里的吴书记啊。哎，我们局有人这样说过，那谁知道真假呀？圈里人都这么说，8成不会假。人家说不敢怎么说，是市里的吴书记啊。哎，我们局有人这样说过，那谁知道真假呀？圈里人都这么说，8成不会假。哎呀，那要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能得罪他。你要想往上进步，说不定他以后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。吃饭。嗯。省高院庭长戚恒秉公执法，亲手将小舅子送。哦，原来是小舅子啊！犯故意伤害罪，被齐州市河东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。国年啊，国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弟弟啊，快回来了。他那个事儿，你就别怪我了。我这心里边啊，也不太好受。啊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阶段，都有应该负的责任。国年，我想叫你成为我的责任。我听说你魔法玩得很溜，还会玩一点点。